马斯克呀，应该再给他增加一个外号，叫马三炮。最近他是连开3炮，目标不是别人，就是他昔日的盟友川普。从原来的白宫第一哥们儿，到现在双方撕起来了，他们发生了什么？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3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咱们来聊6件有意思的事儿，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的头号新闻，马斯克又对着川普开炮了，而且是近期连开3炮，最重的就在今天。他说了什么呢？我原文给你照读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大美丽法案的。因为老川讲这个法案是又大又美丽，众议院是勉强通过，就等着参议院表决了。在这个关键时候马斯克发言了，他这么说的：对不起，我真的受不了了。这项庞大、荒唐、充满私货的国会支出法案简直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怪物。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真的应该感到羞耻，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做错了，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他说他将使本来已经巨大的美国预算赤字大幅增加到2.5万亿美元，并使美国公民背上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这个才只是他的第一炮，另一炮呢是关于他原来成立的 DOG 的。现在他已经不是联邦的特殊雇员了，毕竟你已经出来了，但是那个部门命运很难说。现在他就提到了说，他不想为政府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这个是在昨天他提到的。虽然他一直是老川的支持者，但是呢，他说我并不支持政府的每一项政策，而且他提到DOG部门不应该成为一个承担责任的替罪羊。现在在政府的内部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其中就涉及到这个裁减预算这些事儿。他们呢统一就把这责任推给了DOG部门，就是这个他成立那个部门。第三件事呢是关于涉及了什么呀？就是关于那个法案呢，在提交的时候，现在众议院的议长就开始为老川进行辩护，他觉得呢马斯克不谨慎他的表达是错误的。白宫也说这件事对川普没有影响。但是在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他提到，原来这些法案的支持者应该感到羞耻，应该多听听这个马部长的声音。老马发出的第3炮我认为可能会打在根本上。他提到了明年的11月份，我们将解雇所有背叛美国的政客。明年11月份不就是中期选举吗？因为美国中期选举被称为对现行执政团队的信任票，因为你参众两院包括各州它都会改选。那你老马，你说你把这些背叛美国人民的政客开除，那你说的是谁现在谁在执政这3炮打出来，我感觉老马已经铁了心要开撕了，回旋余地也基本被他给堵死了。接下来我就给你分析一下为什么双方走到现在。当初多牛的人呢？因为有一些华文媒体提到说川马新政，副总统可是万斯你正常的表达应该叫川万新政。就像当时的拜登哈里斯政府，因为正副总统你得连在一块儿，你不是民选官员马斯克，你只是总统的高级顾问，而且还是临时的，但是呢他就叫川马新政。可见这马斯克已经掌握了很多实际的权利，这个影响力也超过了副总统，也超过了国务卿。大家可能有印象，有南美洲一个国家送给他一个电锯，他拎着那个电锯在那个舞台上多么狂欢一边开着电锯一边说，我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为美国政府节省10亿美金，这信心简直都爆棚了，对吧？这宇宙都搁不下他了。第二呢，他提出了很多东西你现在回头来看那就是个笑话。你比方说他让200万的美国联邦雇员每周给他写周报，
你这周你做了哪5件最重要的事儿，你得说出来。如果你不写的话，有可能卷铺盖走人。现在还有人写吗？事实上，你这个根本不现实啊！你有时间能看得过来这么多200万封邮件吗？最后那信箱崩了。现在一看，这不就是个笑话吗？其实他啊，在和国务卿曾经因为预算和机构的事产生过争论，在那个会议上就直接吵起来了。大家知道，他成立这部门呢，实际上在川普的授权下，掌握了超越那个大臣的权利。这个权利就包括人权、事权和财权。最大的权利啊，可不就是人权吗？他说这个部门该砍掉、该削减，他就下命令，他也不和人家部长商量，就直接发出来了。还有呢，砍预算也是他。最重要的是砍事儿，你这个部门哪些事情要做，明年的预算里放哪里，他可以砍。人权、事权和财权都被抓走了。如果你是那个部长的话，你心里能爽吗？所以说这些事儿呢，实际上一个矛盾的积累。第二，我们说一下具体的原因，我数了一下，其中第一个还是涉及到他提出来的削减被美国的法院驳回，因为美国有200多年的制度积累，不是说你换了个总统就能改变的。如果说他在总统的授权下做了一些违反美国法律的事儿，那美国法律就要给他纠偏。除了议会之外呢，还有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比方说他裁撤的一些人，砍掉了一些预算，被法院判定为非法无效，你把砍的人你得重新再招回来。这个他会发现自己的想法无法实现，美国的那套制度他一下子还解决不了。第二个呢，我认为还是一个分歧的问题。老川把大量的钱，包括他讲那个又大又美丽的法案呢，放在哪里放到那个金琼，就是他要建一个覆盖美国全境的一个防御系统，这个要花好几千亿的。第二呢，他要花上千亿美金是做驱逐非法移民，就是前几年有一些非法进入美国的，他要驱逐出去，这个花很多钱。这个对于马斯克来讲，这不是什么好事，他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提供过支持，他认为这个可能就是打水漂，还不如干别的呢。但是他希望干的事呢，老川兴趣不大。比方说增加太空探索，他有一家公司不是那个 SpaceX 吗？航空发射和那个星链。还有呢，他推荐了一个人担任 NASA 的这个局长，老川原来也同意了，而且在参议院的任命委员会、人事委员会初步也通过了，接下来就是参议院表决了，大概率呢也能通过。事儿都走到这一步了，马上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老川他撤回了说这个人不行，他曾经在我执政以前给民主党捐过钱，以这个借口把本来要上任的 NASA 局长给愣生生的撤回了，而这个人恰恰是马斯克推荐的，也是他的密友，这个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导火索，这会直接让马斯克的重要资产损失40%，他还指望这个太空探索赚钱呢，你直接把我朋友换了。那这个东西你没法说谁对谁错，因为政客或者说一些参与政治的人、企业家给双方捐款，这不很正常吗？而且他在参选之前也已经告诉老川了我以前曾经捐过钱，这没什么问题那小肯尼迪原来他也是民主党的，你现在不照样让他当部长吗？还有一点呢，是关于这个，他有另外一家公司是 AI 人工智能，本来也希望能够获得很多的合同，但现在老川把大量的合同交给了 OpenAI， 就是他的竞争对手，你说他心里能爽吗？再就是让他非常不爽的就是老川要求特斯拉的汽车，你大多数至少80%要在美国制造，这个在美国无法完成很多的汽车零配件60%是来自于中国的，因为中国有比较完善和低成本的这叫汽车零配件的产业链，即使在美国生产运到美国来组装也划算，但你要让这些零件让美国人生产，你懂不懂企业美国工人是不可能给你那么便宜生产出来的，如果真生产出来就不可能3万美金一辆特斯拉，那有可能奔到6万了。所以说老川呢这个想法他能够取信于他的选民，
能忽悠他的选民，但对于做生意来讲，这个没法干。所以说呢，马斯克的离开啊，也是一个时间问题，没想到来的就这么快，这让呢国内的很多朋友想起了那句古话，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无非就4个月的时间，从原来的第一哥们儿，现在变成了几乎是仇人了。好，那我们讲第二件事儿，乌克兰在今天的早晨，确切点讲呢是凌晨4点44分，这选的日子选的时间比较爽啊。克里米亚的这个大桥被轰炸了一个桥墩，哎，有很多人说这个轰了也没什么事儿嘛，桥也没塌嘛。实际上，真正的桥梁专家指出，现在它是科技的轰炸，它轰的那个墩子是最中间那个墩子。实际上，桥下1100吨的 TNT 造成的损伤已经让这个大桥停了，没法再通行了。重型卡车你没法再过。而这个大桥呢，是连接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总共就2桥，现在炸了一个。那这里面呢，我们想起来前几天啊，他在炸那些飞机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我的背景图就是被炸的飞机。这个 AI 在训练的时候，专门找这个飞机的薄弱环节，就是那个油箱。你只要把油箱炸了，它就会形成2次爆炸，或者说导弹进行殉爆，这个杀伤力啊会乘以10，会乘以100。所以说啊，这个乌克兰的马局长很厉害啊，他身边呢一定有科学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事儿的后续。有人讲，既然这地包老人受到这么大的国际羞辱，他手里也没什么常规武器了，除了扔这些导弹之外，能不能把他那个核弹拿出来扔1、2颗立立威，实际上很难。我给你讲一下哈。首先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大帝，你敢不敢扔？你肯定不敢，因为你扔完了以后，本来你的初衷是要征服乌克兰。如果你把乌克兰基辅或者重要城市和平了一个城市，你就永远了失去了乌克兰，他再也不可能和你这个合并了，那是永远的仇人。这个世仇啊，那不是几十年就能够消弭的。第二，即使你扔了，你也炸成了，那结果呢？国际社会上低端的后果就是周围中欧的一些国家那就纷纷拥核了，自己如果不能拥核的话，那就让法国和英国的核武器进驻我们的国家。法国实际上已经在这么干了呀，那你周围还有可能再往西扩吗？扩不了，因为人家也有核武。这还是说最低烈度的反应，那高烈度的反应就是法国或者有些盟国也许在对你进行反击，因为你已经实施了反人类罪了，但别人把你给钉子给拔了。因为大俄境内虽然很大，面积大，人口啊它并不均衡，大多数人口就集中在首都莫斯科和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如果你把这2个城市进行密集的轰击的话啊，你无论是不是核武还是其他武器，这个国基本上也就亡了。国都亡了，你这地包老人的总统还能做得长久吗？所以说核武啊，它是一个威慑手段，它最大的威力是在那个车上你把它竖起来的时候，你给别人谈判是个筹码。当这个核弹真的飞出来，你就无法掌控世界是如何对待你了。好，那我们再说第3件事啊，我认为今天呢，咱们可以着重考虑一下美国传统的技术官僚是否在捍卫美国的价值观。给你举个例子，在2022年大俄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实际上提前1个月，美国的情报部门就已经得到这个消息了，而且告知了欧洲盟友，告知了乌克兰。当时乌克兰呢也做了一定的准备。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的情报系统是有能力的，无论是从卫星发现集结、设备的集结啊、车辆的集结、飞机的集结，还是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出它一定有军事行动。那过去的1年半，乌克兰组织的蛛网行动，那我们就问你，美国的情报系统它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因为这件事啊，至少说川普不知道。那我个人啊，
并不代表所有人。我认为美国的技术官员，尤其是情报人员，他在捍卫价值观，所以他并没有进行上报。这个呢是个人的良心选择问题，这和职责没有太大关系。给你举一个例子嘛，如果说这些官员或者007们啊，这些邦德们，他知道消息，乌克兰要对大俄进行反击，目标是这些战略轰炸机，这些人肯定会支持。为什么？因为这些图95、图22是经常飞到这个苏美边境，就是阿拉斯加还有那个佛罗里达，一直往南开。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多次进行威慑的。你跑到我的国境线，虽然在公海上对我耀武扬威，他肯定也恨透了这图95。既然说乌克兰要轰掉这些，那没问题，我们乐见其成。因为我昨天节目讲到了，乌克兰在实施轰炸前是在博物馆里的图95的那个已经拆了的飞机啊，是作为目标出现的，就让那些 AI 无人机去识别它油箱在什么位置，对吧？这导弹挂在什么位置？你说这件事儿历时了1年多，美国情报系统一点都不知情，我感觉啊，这个是要存疑。那他为啥没告诉老川呢？这个也很简单，老川的这段的行为啊，他明显是偏向于大俄的，他并不支持乌克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的技术官员和那些007邦德们守住了自己内心的底线。既然是轰炸大俄的图95符合美国的终极利益，那我们就让他这么干。如果谁破坏这个计划，那我们可以不再支持。所以说呢，真正的美国的希望是在每一个有良知的美国人，而不是某一任总统和某一任官员。再深的话呢，我就不能说了。实际上这件事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老拜时期啊，美墨边境有一些墙，也有一些铁丝网，但是呢，有一些妇女啊、孩子已经饿得很瘦了，就是他们要进入美国，想逃离自己的母国，母国对他们进行各种既没有工作机会啊，也没有各种迫害，所以说他们要进入美国重新开始。有一些官员呢，就给他把铁丝网抬高了一下，把那些妇女儿童放进来。原因啊，是这些官员认为这些人回去的话可能会把命送了，这些妇女和儿童应该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啊，人性战胜了所谓的规则，他们把枪口抬高了1寸。而这件事呢，是美国那些中部州红脖子他暂时还无法理解的，毕竟层面还没到那一点。我们再讲第4件事。今天呢，韩国的新总统已经出炉的，李在明是当选，而且超过半数，51.7%啊，压倒性多数。接下来韩国的风向更偏向于自由派一些，保守派力量会受到暂时压制。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讲，你旅游的话会更方便了。第5件事是关于2个日本人在中国大连被杀的事儿。我看了一下美国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这个呢是一个商业纠纷，是一个中国国籍的男子长期居住在日本，和2个日本人做生意，中间起了一些纠纷。这2个日本人来中国的时候，他也来了，他本来是中国公民啊，他回到自己的母国，把这2个人给杀掉了。具体细节呢，我们现在只能知道这么多。但是呢，我只讲一点，你再大的商业纠纷，到底有没有理？既然说你相信日本是个法治社会的话，而且你在理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司法手段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应该说回到自己的母国啊，你把人杀了。我觉得到底钱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呢？第6件事啊，也是一个个案，在中国的湖南娄底有一个视频，我看得非常气愤，就是一个30多岁的人，他说喝酒了。然后就拖着一个6岁的小女孩往这个巷子里拖，很明显啊，他是希望能够性侵这个小女孩。但是当时啊，周围的邻居啊，通过报案把人制服了。警方对他的处罚呀，不是按照强奸未遂，而是说他喝酒了，他这个顶多算寻衅滋事，就只给这个关了15天。我感觉啊，法律应该要维护他的
刚性和严肃性。不能说喝酒了这性质就变了，实质上就是强奸未遂。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美国的话呢，他可能会领到25年的徒刑。你对未成年人实施这种行为，那就25年。出来以后的话，他脚脖子上还得带着那个监视器，而且有个系统，性犯罪有历史的，你住在这儿，你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你住的门牌号，你身上那个东西，如果说离开一定的距离，还要对邻居进行报警说啊，那个曾经性侵过小孩的人，哪怕是未遂，就在周围，大家要引起这个重视。在这么严刑峻法之下呢，真正的性犯罪啊，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要维护法律的刚性，好吗？今天这6件事聊完了，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再见。